我真傻，真的。虎女兰儿有些无神的目光之中，此刻已经是有了点点星光。我如今只觉得那几次与他相见是生命中最好的岁月，但当时的我心底总觉得有些不服气，不甘心，每次都是全力用媚术去对付他，却不曾对他袒露过自己心意。而自那之后，他就再没来见过我。每次闭上眼睛，都是他最后离开时的背影。年复一年，不知不觉间，我心底也只有他身影，再没了旁人、旁事。如今，我出来了。虎女兰儿缓缓站起身来，从自己族人身旁走过，声音虽然轻柔，但是目光无比坚定。我族中的规矩，若我心有所属，无任何阻拦我离开。今日我站在渡仙门之前，只求能再见他一面，哪怕他一剑杀了我也不会有半分怨怼。只愿他留住我一缕魂魄，我去投胎路上央求地府阴差，求他们让我转世投胎成祈愿道长喜欢的女子。好！一名不知何时赶来的妖族老妪闻言一声轻喝，禁不住擦了擦眼泪。我请求狐族按规矩，全力支持小兰找寻自己的姻缘。姻缘本是无价宝，何必强拆有情人？渡仙门，你们听好了，小兰祖母的三姨母，便是蛙皇宫中侍奉圣人老爷的上仙。我们家小兰的根脚与你们渡仙门的门人子弟比起来差不了什么，他答应还是不答应，让他先现个身，给个痛快话。于是李长寿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刻刀，而山门之外，一群狐妖男女汇聚而来，一个个站在狐妖小兰的身后，齐心协力，鼎力相助。渡仙门众仙一时之间也是懵了呀，活了这么多年，各位仙人还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情形，打杀好像也不敢动手啊。青丘一族在洪荒的名声也是很不错的，而且此时这狐女如此痴情，唯一的要求也只是想要见齐元一面，要不然让他们见了。但这般又觉得，哎呀，像是他们渡仙门对妖族低头一样。他们本就对妖族敌对，青丘一族虽然是背景复杂，有功德护身，但底子必然也不是那么干净的。怎么，你们青丘一族还敢在我渡仙门抢人？又听一声冷笑，渡仙门中飞来一抹倩影，径直地落在山门之外。她穿着浅蓝罗裙，长发无论是在身前还是在身后，都能够一顺到底。这自然就是小琼峰的师祖江灵儿。江灵儿用仙识听了半天，终于忍不住跳了出来，背着手走到这狐女身前，当着众多狐妖的面围着狐女转了2圈。身段不错嘛，嚯，罪恶也挺大，不过不如我家小九。你叫小兰，全名是什么？这狐女轻轻皱眉，低声道：您是？临江散人江灵儿。江灵儿把胸口拍得砰砰作响。我夫君是本门金仙，我徒孙能耐不凡，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我是你要找的齐元道长的师傅，他小时候可是被我一把屎一把尿喂大，呸，拉扯大的。怎么样？狐女眨眨眼，倒头便要拜。兰儿拜见师尊。别拜得这么急。江灵儿轻笑了一声，目光扫过人群，只看到了李长寿的头顶道箍。这件事儿呢，想必存在于一定的误会。这样，你跟我去小琼峰，我把事情给你搞清楚了，如何？兰儿但凭师尊做主。这狐女顿时一阵激动，声音更温柔了一些。徒儿，怎么了这是？为何要定住为师啊？啊！
小琼峰湖边，奇缘的草屋内，奇缘老道刚从修行中睁开眼，袖子中就钻出了一只纸人，化作了他的身形，抬手一点，让他全身上下被光芒笼罩，奇缘当场就动不了了。李长寿忙道：师父，来不及多说了，您先坐好，师祖带着那只狐妖正在赶过来的路上。那个弟子还是要问一句，您对狐妖有没有什么想法？奇缘老道一双老眼之中，左边写了一个忙，右边写了一个懵，看着李长寿，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哎呀，长寿，这又是怎么回事？李长寿轻轻一叹，双手迅速在师父身上轻点，又快速地解释了几句。简单来说，也就是他在师父允许的前提之下，用师父的形象招惹了一只不能喊着斩妖除魔先力给就直接扬灰的美逆狐妖。奇缘老道沉吟几声，大概是明白了什么事儿，慨然道：长寿，若实在不行，为师就替你兜着。师父不必担心。李长寿笑道：弟子自有断他念想之法。话语一顿，李长寿本着稳妥起见的原则，低声道：师父，您要不看一眼此妖族女子？哼，我看她作甚？奇缘老道眼睛一瞪，顿时急道：这话可不要乱说，被人听去怎么办？为师一身清白名声，可莫要毁在今日。那行，弟子就放心了。李长寿后退2步，对着师父做了一个道揖：师父，您稍后就在这个草屋当中，万不可外出，一切让弟子来处置。哎呀，去吧去吧。奇缘老道摆摆手：为师现在当真不知你本领多大，又一天天的在外做什么。李长寿微微一笑，随手拧了一面水镜，看了眼自己这一具指道人的相貌，面容不算是清奇，但是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也颇显精神，与九羽师转来山上之后的师傅模样一般无二。随之李长寿借来师傅的拂尘，将其上气息融于这指道人，仔细的检查2遍，这才是打开屋门，端着拂尘朝着草屋外而去。坐在蒲团上的奇缘老道沉吟2声，便见屋门自行关上，一层又一层的阵法开启，他被徒弟保护在了此地。奇缘随手点了一个水镜，朝着镜中照了照自己，顿时看到了那一副陌生又美貌的女子面容，两眼一黑，差点气昏过去。小琼峰上，李长寿这一具人字指道人走到了湖边，在柳树下静静而立，看着山门处飞来的道道身影。虽然妖族一方只有那狐女前来，但是门内仙人岂敢大意，这可是妖族啊，超凶的说啊。故此，除却留守在山门处的必要战备力量，各位长老各方高手都紧盯着这只此时修为也不过是真仙境的狐女。他们只是为了提防这女妖自爆，擦伤门内金仙道侣江灵儿啊，绝对不是过来修什么八卦大法的。李长寿见状也是摇了摇头，当着门内众仙的面与否，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自己现如今在指道人神通上的造诣，自是能够瞒过门内金仙境之外的其他炼气师。与此同时，李长寿已经开始双线操作，开启了藏在天庭海神府内备用的海神指道人，了断此事因果，当术法并用之。天庭海神府外，慈眉善目的老海神驾云离开府邸，端着拂尘径直赶往姻缘殿。李长寿刚刚驾云离开，府门前的几名天将对视几眼，面面相觑。海神啥时候回来的呀？不知道啊，刚才没见呀，这咋还神出鬼没的？慎言，海神若是能被咱们看透，还是海神否？几位天将顿觉有理，各自收声，朝着李长寿离开的方向眺望。海神指道人行至半程，小琼峰上
已满是门内仙人之影。还好江灵儿道了句：“请各位同门在外看着就好，此事也不宜这么多人近距离观察。”言罢，带着那狐女以及九巫九狮九九一同朝着湖边落下。且说狐女小兰看到那柳树下站着的老道人，先是精神一振，随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前冲过去，但是他脚下一软，目中露出了几分怯弱，禁不住咬了一下丰润的朱唇，更增楚楚可怜之意。然而江灵儿带着九巫3个人停在百丈之外，直接对着树下的老道传声：“你是老二还是长寿？”李长寿心底一叹，就知道这事儿是瞒不过江灵儿的，毕竟师祖对自己师父了解太深了，而且从小就营养丰富。李长寿对江灵儿先时传声：“弟子长寿，此事与我师父无关，是我当时为了行事方便，借用了师父的身形。”江灵儿顿时扑哧一笑，对树下的老道眨了眨眼，似乎在说：“好，那你自己解决吧。”随之江灵儿又对着树下的奇缘一指：“这不是在这里了，过去吧。”是。狐女柔声道了句，缓缓飘下，妖娆身形多妩媚，一如那垂柳依依，湖中涟漪。待她离着心中的老道长仅10多丈，狐女的声音有些轻颤，低声道：“我。”李长寿板着个脸道：“道友为何要见我？”狐女似乎有百般的话想一并说出来，但是到喉间却只是轻轻地了一声，化作一句：“道长，你还记得我吗？”听闻此言，李长寿略微皱眉，心底拿捏着自己此时的表情变化，目中露出了几分疑惑。“我记得我与道友并无太深的纠葛，我抓道友为护持人道，去山下与道友相见，当时是为了琢磨一门功法，也给了道友灵丹妙药以作谢礼。道友今日闹出这般大阵仗，不知是何目的，可是有意针对于我？”“我怎会针对你？”狐女情急之下向前迈出几步，李长寿一扫浮尘，一缕带着浊气的仙力出现在了狐女的脚边。“道友请自重，贫道清修1000年，不会容你坏我声名。”狐女呼吸都有些急促了，雪白肌肤染上少许嫣红，但是随之就冷静了下来，柔声道：“我只是想来见你一次。”李长寿一甩浮尘：“那好，如今见也见了，不送。”狐女小兰一愣，小琼峰外的不少渡仙门仙人，或是传声，或是在心底各自赞叹：“哎呀，这奇缘师弟，或者喊奇缘师兄，竟是如此的刚强清正之人，只能修成浊仙，当真是可惜了。”狐女凄然道：“你就这般忍心，不与我说一个字的机会，就这般让我走吗？”道友到此时已是对贫道说了49个字，如何是贫道不给你说话的机会？李长寿眉头紧皱，宽袖拂过，地面多了一只矮桌，2只座椅。“来，坐。我不只给道友说话的机会，还给道友好好说话的机会，但若话不投机，还请少说半句。今日你我将话说个清楚，日后也免得引起什么误会。”当下李长寿自顾自地坐下，那狐女犹豫一番，像是受了气的小媳妇儿一样，委委屈屈地坐在李长寿的对面。此刻天庭中的海神指道人刚刚能看到月老姻缘殿，故李长寿并未急着在柳树下开口多说，时机未到。不远处，灵娥端着茶壶茶杯向前来，喊了一声师父，为2人奉茶。这自然也是李长寿传声安排的。当下李长寿趁机对着灵娥露出了慈祥和蔼的微笑，言道：“徒儿辛苦你了，去修行吧。”灵娥虽然不知道此时的师父是师兄扮作的，
但是平日里的师傅对自己也是这般慈祥，当下欠身行礼，称了声是，转身而去。李长寿含笑点头，随之将目光挪到了那狐女的身上，面容瞬间变得十分的严肃。道友，想说什么就说吧，我这么多头门看着，当真不想与道友独处。那狐女只觉得一颗芳心颇为酸楚，却也知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她轻轻一叹：道长，您身边可缺侍奉的婢女，我什么都可以做，只愿能留在道长身侧。这一次李长寿反倒是沉默了起来，端起茶杯却也不饮，在那一阵皱眉，似乎他是对这个提议有些心动了。而随着李长寿的犹豫，渡仙门各处的仙人也都被吊起了胃口，全神贯注地探听此地，生怕错过什么生猛的细节。然而李长寿此刻呀，只是为了专注跟月老言谈，暂停了此地指导人的话语，这万一串线串错了，那可就真麻烦了。天庭月老殿中，李长寿的海神指导人匆匆而来，都没有给月老外出迎接的机会。到了此地，一把抓住月老的胳膊：月老，有事相求。海神莫急，海神莫急。月老精神大振：海神是谁？那可是玉帝陛下眼前的红人儿，就算是想娶10个8个美貌仙子，我月老亏损100年功德，那也要安排上。当下月老正色道：海神有事尽管吩咐。